不用等成绩了，我交白卷了。你说什么？志远，你再说一遍。最后一科我没答，答纸卡是空的。这孩子说什么？好像说交白卷了。不可能！你是不是跟妈开玩笑？今天是高考啊！你们不是天天说高考决定命运吗？我今天自己决定一次。作文呢？作文也没写。写了。写了就好，作文写了就……作文纸上我只写了一句话。什么话？这次轮到你们后悔了，拿自己的人生惩罚我们。至少这次是我自己选的。你选的是你自己的人生，不是一次吵架。那也是我的人生。你的命是你的，可这些年替你拖着命的人不止你一个。你妈熬夜陪你改答题，我加班替你凑学费。我们不是想控制你，是怕你摔下去没人接。现在你自己把手松了，就别怪地硬。好，你今天说的话我都记着，记着就记着。希望你以后也记得住。高考最后一科，他交的是白卷。他昨天在考场外跟我们说的时候，我还以为他只是没考好，故意说气话吓唬我们。陈老师是不是搞错了？同名同姓或者机器扫错了？梅姐，监考反馈、答他卡、作文纸扫描件都在，不是机器错。我们也反复确认过，他不是漏图，不是身体不舒服，是主动交空卷。大面积空白是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他不是不会做，他是没有想做。不会的，志远这孩子再犟，也不会拿高考开玩笑。如果只是开玩笑，监考老师提醒他时，他就会改。监考反馈写得很清楚，他全程坐着，没有答题动作。他是不是身体舒服？是不是考场上出事了？考场记录没有异常，他交卷时很清醒。清醒才更吓人啊，陈老师。所以我才让你们来一趟。这不是成绩问题，是态度问题。作文呢？作文纸上只有一行字，不是题不会写，是他把所有位置都空出来，只留给那句话。你们自己看。这次轮到你们后悔了。陈老师，他最近在学校有没有什么异常？情绪压得很紧，问他都说没事，作业能交，模拟考也参加，但人是散的。那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们？我说过几次，他说家里已经够烦了，不想再让我找你们。他说家里烦？原话不是这个，但意思差不多。是不是我们逼太紧了？我们就是怕他考不好才陪读、报班、盯作息。梅姐，现在不是追谁逼得紧的时候，现在的问题是，他用最伤自己的方式，想让你们痛。复读还有机会吗？对，复读，陈老师，复读名额还能报吗？多少钱都行，我们凑。能报，但我不建议你们现在替他填。为什么？他这一年不能空着啊！我陪他租房，给他送饭，怕他感冒，怕他睡不好，怕他压力大。怎么到最后卷子是空的？他现在最缺的不是一张报名表，是知道后果不能总由别人收拾。可我们做父母的，怎么可能看着他摔？可以扶，但不能替他说自己没摔。这次，你们还要替他承担吗？如果我们不承担，他会不会真的完了？如果你们一直承担，他才可能真的完了。那我这个妈要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不替他。有时候是。别想着替我安排复读，我没疯。你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吗？知道，最后一科而已。你知道最后一科之后是什么吗？是志远，是大学，是你以后几年的人生。你一句而已就把它全扔了。3年陪读，1年冲刺，补课、营养衫、资料费。你妈妈每天5点起来做饭，我加班交费用。到你这是一句而已，又来了。你们永远都是这一套。哪一套？我为你好，我吃苦都是为了你，我花钱都是为了你。你们有没有问过我想不想要？所以你用白卷回答。对。人，你可以说不想补课，可以说累，可以说恨我们，可你为什么要拿高考闹？我说过有用吗？你们听过吗？你说烦的时候我们听到了，你说不想考的时候你自己都在笑。谁知道你真敢交白卷？所以怪我没哭着求你们。不是哭着求，是好好说。我好好说，你们只会说再坚持坚持。你们现在知道了，你觉得我们会后悔？会，我们会痛，
但后悔的人不该只有我们。你拿自己的人生惩罚谁？惩罚你们！那你记住，从今天开始，代价也由你自己付。代价？你们花的钱不都是你们自愿的吗？所以在你心里，我和你爸这些年都是自愿，活该。我没逼你们花，你可以不喜欢，但你不能把别人的付出说活该。毁掉的是我，疼的是你们，不是正好吗？你是我儿子，你疼我就不疼吗？你再说一遍，我没逼你们花。我给你送饭是我自愿的，你爸加班是他自愿的，可你不能把这些说得像我们活该。我没这么说，你就是这么说的。反正我说什么都是错。今天以前你说错话，我们可以当你压力大。今天这句，我会记着。你记吧，反正你们也只记我错的。你考好的时候我们记得，你发烧还写完作业的时候我们也记得。志远，不是只有你委屈，这是你说考前睡不好，我排队给你买的。你说外面吵，我怕一点声音都影响到你。志远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你这句话比交白卷还让我疼。你们现在替他报，就是替他把白卷买下来。陈老师，名额先给我们留一个行不行？钱我们凑。梅姐，我可以帮你问，但我不建议你们现在替他报。不报，他这一年就毁了。他交白卷的那一刻就已经在毁了。问题是，你们还要不要替他把后果抹掉？老林，你说话呀！你不能真看着儿子没学上吧？我不是看着他没学上，那你是什么？我是在想，如果我们现在把名填上，把钱交上，把老师请好，他明天会不会觉得白卷卷也有人替他收拾？这就是我担心的。可他才18啊，18岁正该知道选择的后果。那至少先留名额，万一他后悔。他要后悔，让他自己来说。他要是说不出口呢？那就练到说出口，以后没人能替他说一辈子。你真任性。表我可以先放这儿，可名字最好让他自己写。这次我们不能替他写。我连复读班电话都打好了，就等他一句想重来，一夜面没睡了。这名字不能再替他写。先把名额占上吧，万一他明天后悔呢？他要后悔，就让他自己来说。他那么倔，怎么可能先低头？那就让他倔到知道疼。你这是跟孩子赌气。我没有赌气，我要是真赌气，今天就该把他赶出去。他是我们儿子，所以才不能再替他活。我怕他真的毁了。我也怕，我比你还怕。可我们再替他填表、交钱、铺路，就是告诉他白卷也有人买单。这张表等他自己开口。那如果他一直不开口呢？那也是他的后果。你们不问我复读的事儿？先吃饭。我不复读也能活，能不能活？你自己试试。你们现在装什么冷静？不就是等我低头吗？妈，你想说就说，别什么都听他的。以前你不是最护着我吗？我爸一句重话，你都要跟他吵半天。我想说的，你现在未必想听。你不说怎么知道我不听？我想说，你这次真的错了。你可以考不好，可以难受，可以怕丢人，可你不能拿白卷报复我们。你报复的不是爸爸妈妈，是你自己这3年。饭吃完，碗自己洗。现在连碗都要我洗？你成年了。谁？接。没呀，志远估多少分？我们家小雨估了580，稳一本了。我这心啊，总算放下了，就想着问问你们，也替你们高兴高兴。
你们支远那么厉害，不会比我们低吧？志远，估多少分啊？林家这一年阵仗最大，肯定差不了。梅姐陪读陪的比班主任还上心。孩子压力大，估分这种事儿，哎呀，都是自家人，有什么不好说的？不会是考砸了吧？要真没考好也没事儿，咱们都是亲戚，谁还能笑话谁呀？跟你有关系吗？小孩子压力大，说话冲。我这不是关心你吗？我家小雨也紧张，可人家回来就先估分了。那你去关心他。志远，梅姐，你看这孩子怎么跟长辈说话呢？你到底想问成绩，还是想看笑话？我看什么笑话？除非你真有笑话给我看。你这张嘴，早晚也会有报应。他最后一科交了白卷，不是失误，不是发挥不好，是他自己选的。这怎么可能？孩子闹脾气也不能这么闹啊！爸，不是事实吗？哎呦，这事儿可大了，梅姐，你怎么不早说？没什么好说的。这还没什么好说的？高考交白卷啊！我活这么多年都没见过。梅姐，这不是考差，这是把你何国强的脸摔地上踩。是不是压力太大？压力大也不能糟蹋父母。你满意了？我不满意。那你为什么说？因为你已经用白卷说了，你能当众做，我为什么不能当众认？你就不怕别人笑话？我怕，但我更怕你觉得所有笑话都该别人替你挡。因为你已经用白卷说了，你能当众做，我为什么不能当众认？因为我不说假话。国强这次做得对，孩子做错了就不能老替他遮。可话又说回来，国强，你以前把话说得太满了，现在脸疼吧？你少装明白人！我不明白也知道，高考不是拿来撒气的。你闭嘴！志远，坐下。你自己交的白卷，别人问一句你就受不了。你妈这么伺候你，你就交白卷？大家看看这张，我还记得。梅姐真不容易啊！这大雨天还去送饭，都过去的事儿了，怎么能过去？这不都是你为孩子付出的证据吗？孩子有时候就是不知道父母苦，不知道可以学，不能装不知道。志远，这照片你看过没？他自己愿意发的。这话说的，自己愿意？你妈里站半小时，就换你一句自己愿意？别拿这些压我！没人压你，那他为什么要翻？因为你忘了。梅姐，你这一年朋友圈我看着都累。你妈这么伺候你，你就交白卷。林志远，你爸妈花了2万8，你还敢睡？谁发你的？群里都有了，还怕我看？哎，这早就学不进去了吧？父母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，关了！怎么不能放？你自己做的事儿还怕人看？丽萍，够了，我也是替你不值，2万8不是28，多少人家一年都攒不出这钱，你倒好拿去买一张白卷。爸，你也觉得我活该被他们看？视频里的人是你，我那天只是困可以说，睡可以醒，白卷交出去就不是困了。难怪交白卷，原来早就烂了。谁说的？群里人多，你管谁说的干什么？我就问谁说的？你现在最该问的不是谁说你烂，是你为什么让人有话说。有人说孩子压力太大，父母也有责任。本来就是，补课是你们报的，陪读是你们陪的，冲刺班是你们交的钱，我又没让你们花。你没让，可你每次说妈我跟不上，妈就睡不着。那也是你自己睡不着。这孩子怎么说话呢？听见没，梅姐，这就是惯出来的。爸，你别装冷静。汤洒了先擦，我说的是事实。你说的是逃账，享受的时候不问钱哪来，出事的时候说不是你让我们花。林志远，这不叫事实，那叫什么？赖。
国强，你早这么管，孩子也不至于这样。你少在这挑事儿！你今天每一句话，我都会让你自己听见回声。我说句不好听的，这孩子是被惯坏了。现在孩子不能太宠，你们看，父母辛苦这样，他还觉得都是父母自找的。我这是1年陪读，租房、做饭、送汤，我看着都累。你心疼什么？你不就是想看笑话吗？我看笑话，你自己高考白卷还不许别人说？我交白卷是我的事儿，那就别怕别人知道。你到底站哪边？站事实这边。你看，你爸都这么说了，志远，不是舅妈说你，父母不是欠你的，用不着你教育我。那谁教育你？你爸妈教育你，你交白卷。现在亲戚说2句，你又受不了。志远，不是所有人都像你妈骂2句，还给你盛汤。志远，坐下。这饭我吃不下，吃不下也得听。成年人要为自己做的事负责。闭嘴！林志远，坐下，把饭吃完。我说了，这饭我不吃了。志远，志远，你放开，我去看他。让他走。他身上没钱，手机也快没电了。他知道回家的路，可他现在情绪不对。他每次情绪不对，我们就追到今天。他以为摔门就能解决问题。哎呀，国强，还气头上呢，你也别太狠。吃饭。老林，他会不会恨我们？他现在已经恨了，可我们不能为了不被他恨，就继续去替他收拾。交白卷真的假的？高考白卷，林家这下怎么办？我也是今天才知道，梅姐2口子真是太不容易了。白卷哥，真假？他们怎么都知道了？可他们会怎么说志远？他交白卷的时候，就该想到。你今天为什么非要在饭桌上说？因为他等着我们替他撒谎。我们以前也不是撒谎，是护着他。护到最后，觉得所有人都该护着他。牛啊，敢交白卷，今晚出来庆祝。出来，定位罚我。你今天满意了，当着全亲戚的面让我下不来台。你的手机3年套餐一直都是我交的，流量超了我补，会员到期我续，网课你没看完我也没说过一句。现在我不是收手机，我是把本来就不属于你的轻松收回来。你什么意思啊？这张卡你每个月零花，从这里出。你摆样子吓我。今天我把账1件摆给你看，我不看。你可以不看，但账在。我不认呢。你认不认？钱都已经花了。你认不认？白卷也已经交了。高2暑假补课12000，冲刺班28000。你又来这套。以前是说给你听，今天是让你认。国强，没你别说。你们现在联手审我，不是审你，是停账。停我的账，停我们替你付的账。从今天起，这张卡停。你停了卡，我怎么活？你刚才不是说不靠我们也能活？我那是气话，白卷也是气话。我没想到你真停。你没想到，是因为以前我们从没让你疼过。我是学生，我哪来的钱？所以你花的时候从来没想过钱从哪儿来。父母给孩子花钱不是应该的吗？该养你，不代表该替你的任性买单。这个月游戏充值680，那是我放松。补课班睡觉，游戏叫放松，高考交白卷叫自己选择。你现在翻旧账有什么意思啊？因为你以前从没看过账，你只知道家里有钱交补习费，不知道那笔钱是怎么省出来的。你只知道我们催你学习，不知道我们怕你以后连后悔的资格都没有。这次你自己听你爸说完。我会捷报。你真停我卡？这张卡本来就不是你的，
您尾号671的副卡余额已被主卡全部转出。高二暑假补课12000，冲刺班28000，住宿、资料、营养餐。谁让你们报那么贵的？那时候你说跟不上，我们别解释。今天不是诉苦，是清账。清什么账？你欠自己的账。我欠自己？你把能选的路撕了，现在还问谁替你补？你们可以不报。可以。我们那时候以为你还想往前走。我没说我不想走。白卷已经替你说了。这些不是数字，是我们替你交过的账。那你们想让我怎么还？不是还给我们，是还给你自己。听不懂。以后会懂。第一次延期补资料费，第二次延期交冲刺班，第三次延期给你换学习机。你身体不舒服？小毛病。那你为什么不说？说了你就不交白卷了？我不知道。你当然不知道，因为这些年我们没让你知道。你爸那阵子胃疼，晚上疼得睡不着，第二天还去给你交资料费。没，我说过今天不卖惨。又不是我让你拖。对，不是你让我拖，是我自己选的，所以后果我担。体检可以延期，房子可以不换，旅游可以取消，可你的人生不能一直延期。志远，你爸他……别说。你们现在这样，不就是想让我内疚吗？你内不内疚是你的事。那你拿这些出来干什么？让你看见账单。看见了又怎么样？我又变不出钱。先知道钱不是变出来的。我已经看见了。不，你只是看见数字，你还没看到选择。我延期体检是我的选择，你交白卷是你的选择，区别是，我没让别人替我承担。你是在说我赖账？你正在赖。我没让你们给我花这些钱。那从今天开始，我们不花。你成年了，自己选的路，自己走。你交白卷的时候，账单已经开始算了。请问确认结尾号6721的附属卡吗？你来真的？确认。爸，你现在挂电话还来得及。我想了一夜，不是一时气话。已为您办理。你凭什么？凭这张卡是我办的。我是你儿子。我知道，所以家门钥匙会留给你。钱呢？自己挣。妈，你就看着。我可看着比你想的难。那你说话。从今天开始，附属卡零花钱、游戏充值全停。手机给我。凭什么？我朋友同学都靠这个联系。联系家里用这个。你羞辱我！你现在需要的不是刷朋友圈，是知道没钱以后怎么活。我连手机都不能用，我同学都能用，凭什么到我这儿就不行？可以用，自己挣钱买套餐。妈，没。你也听他的。这次你听你爸的。你以前不是最疼我吗？疼你，不是永远顺着你。给你们，满意了吧？凭这是我付的钱，你想要就自己去挣，哪怕挣来的第1块钱只能买一瓶水，那也是你的。你不是想自由吗？自由第一课就是账单也归你。联系家里用这个。你们真够狠！妈，你连手机都不肯还我。我想还，那你还啊！可
可我不能。你怕他？我怕我一心软，你又觉得什么都能过去。在你们眼里，我现在就这么坏？不是坏，是不知道后果。志远，妈想帮你，比你想象的还想啊。这把给你，什么意思？赶我走？家可以回，饭可以吃，然后呢？钱自己挣，路自己走。这叫家，这叫审判。志远，家门还给你留着，钱不给，手机收了，卡停了，你们还说留着家？你们这不是家，是审判我。家不是提款机，那我是什么？欠债的。你是儿子，不是债主。你是儿子，所以家门还给你留着。你是成年人，所以账不能再让家背。你现在把我当外人，外人不会有这把钥匙。你可以回来睡，可以回来吃饭，可以回来洗澡，就是不给钱。不给，我没钱怎么办？去挣。我挣不到呢。那就知道钱难挣。家门给你留着，后果你自己挑。你们真不要我了？谁说不要你了？那你们现在是在干什么？我们爱你，但我们不再替你的任性买单。饭在家里，门也在，可你自己毁掉的东西要自己补。补不了呢？那也是你的后果。你们就这么看着？看着比替你收拾难。你以为妈不疼吗？你刚才喊我那一声，我差点就把手机还给你了。可我一还，你就又能躲回手机里游戏里，躲回别人替你收拾的日子里。妈这次不能心软。可我要是还了，你明天就会觉得今天又过去了。饭自己挣，路自己走。行，我自己走。进咱们白卷哥，全校就你一个敢，我们顶多逃课，你直接高考先了，兄弟佩服。朋友圈我点赞了，带劲！这下你爸妈管不到你了吧？今晚我请，都别客气，白卷哥豪气。明天打算干啥？再交一张？干什么都行，反正不听他们的了。你爸妈真把卡停了？停就停，我又不是离了他们活不了，霸气。那再点20串腰子，点。谁结一下？小伙子，328付不了。等下，我换张卡。白卷哥这是没钱了，不是自由第一天吗？3张卡都不行，你爸真听啊？我还以为叔叔就吓唬吓唬你，毕竟以前你说要啥不都给吗？系统问题，后面还有人登位。要不，哎，刚才不是说请客吗？不用。行了，哥先替你垫，回头转你。不急，自由不得自己花钱啊。你不是说不想被管吗？现在没人管你了，账单也没人替你管了。饭自己挣，路自己走。求什么求？白卷哥，走不走啊？你脸色怎么了？没事。不会心疼钱吧？300多而已。那回头转我。白卷哥不会赖账吧？我赖谁也不赖你们，肯定转。你手机怎么换这么老的？备用机。备用的挺复古啊，能打电话就行。也是，没钱的时候功能越少越安全。你爸妈挺狠啊。谁稀罕他们管？兄弟们看好了，白卷哥自由第一天。凯哥，别拍了。怎么了？刚才不挺豪气吗？白卷哥还害羞啊？是不是怕你爸妈看见？别拍。行，不拍。不过钱记得还。会还。别到时候又说你爸妈停卡了，
兄弟归兄弟，钱归钱，我爸也不是你爸。自由第一天，先欠328。别这么严肃，开玩笑呢。我知道。高考完了，估了多少分？还没估。那学历先写。买东西，找份工。学生工。高考完了，能干全天。不等成绩？成绩没什么好等的。这话听着不像考好的。我不靠学历也能混。身份证抄一下，学历写一下。不会写？会。高考成绩还没出来，那先按高中毕业算。高中毕业不够。够看货架，够收银，够搬货。明天能来？今天就能。行，先试半天。试用期1小时6块。6块？嫌少可以不干。不是，我以为至少什么？你现在能证明你会什么？员工餐自扣15，迟到扣，出错扣。学历这边不加钱。高中毕业不算学历？算，但在我这儿不加钱。收银搬货而已，我能干。很多人第一天都这么说。我又不是没吃过苦。吃过苦的人不会先说自己吃过苦。记住，学历这边不加钱，出错那边要扣钱。你们这儿规矩真多，社会上的规矩更多。你爸妈以前替你挡着，你没见过而已。别提我爸妈。行，那你自己挡。今天60箱，签一下。你先搬这边20箱上架。我一个人，不然我请你来站着。我以前没干过这个。没人天生会干，不会就学，学不会就走。你说话一直这么冲吗？顾客冲我，老板冲我，房租也冲我。我不冲，日子也不会轻点。我脚都砸了，你先看货。货坏了要赔，脚疼可以歇2分钟。你这也太没人情味了吧！这是上班，不是回家。搬货分2次，别一次逞能。你要是把货砸坏，今天工资不够扣。我第一次没经验，没经验就学，不要顶嘴。不想干可以走，后面有人等班。我干。扫码收钱找梨，别慌。知道。小伙子，你少找我5块。不可能吧？我刚算了。快点啊，赶时间。现在小孩钱都不会数。机器显示22块8，你找我22块2。我来22块8，收50，找27块2。还是老板清楚。你刚才急什么？后面人催。人催，钱就不用算了。社会不看你有没有情绪，只看你能不能把活干完。继续，下一个。我能不能歇一下？刚才排队的人因为你多等了5分钟，他们能歇吗？我知道了。知道没用，下一个别错。迟到扣，打碎货扣，提前走扣。你觉得冤可以不干，社会不像你爸妈，不负责哄你，你干多少值多少，少1分钟都有人算账。上午半天7小时42，员工餐扣15，实发27，就27。按规矩来，谁来都一样。我搬货收盐，脚都砸了。你施工半天，不是卖命半天。我以前1顿饭可掉10几天，还嫌我妈做的淡，嫌我爸问的烦。什么？没什么。下午2点继续，
你要不来，提前说。27就27，原来一天不是熬过去就算赢，熬错了也会扣钱。以前我在教室里睡1节课，没人跟我算，现在少搬1箱货，钱就少1节。多吃点儿，明天还上课呢。我以前也这样吃饭，那时候还嫌他们吵。读书也没什么了不起。我自由了。员工价也要扫码。知道。我用现金，12元面包，2元水，明天坐车还要。还要吗？不要了，水。2块。饿了就吃员工餐，别硬撑。扣钱。不吃也不会多给你。你是不是觉得我挺可笑的？我见过比你可笑的，也见过后来能站住的。我是哪种？看你明天来不来。第一次知道舍不得吃是什么感觉。328别忘了。28000。12天，不吃不喝也要12天。别装死啊，白卷哥。这什么意思啊？饭在桌上，自己盛。字看得懂，就照着做。想复读可以，自己写计划，自己求老师。你们真想让我自己去求？是。我怎么说？说我高考交白卷，现在后悔了，求老师收我。如果这是事实，就这么说。你们知道我怎么跟老师开口吗？不知道，你自己想。你就不能教我一句？教了就又成了我替你说。妈，你也觉得我该去求？你要是真想回去，就该自己说。我不看，我不认。这是规矩，不是商量。这是我家，是我家，所以我贴。妈，你也觉得对？你不认规矩也在那儿。你们现在一唱一和，是不是觉得特别有用？有没有用，要看你怎么选。我选不认。可以。生活费也可以不认你。你说话非得这么绝？你交白卷的时候比我绝。你以前都会帮我钱。以前是以前。妈，你以前不是这样的。你以前只要我一皱眉就问我想吃什么，我说不想上课，你也会替我找理由。以前亦是前。你们都变了。我也希望我能一直像以前那样，可以前那样没把你教会。不是我们变了，是你要开始自己担了。我才18，白卷是你18岁交的，我就是撕了张纸，你们至于吗？你撕的不是纸，是规矩。规矩？你们什么时候跟我讲过规矩？以前我不想洗衣服，妈会帮我洗；不想整理书包，妈会整理；报班交钱，爸会去。现在突然说规矩，所以以前错了。你说什么？以前我们替你做太多了。你现在后悔当我妈？别拿这种话伤你妈。我说错了吗？她现在不就是后悔吗？
我不后悔当你妈，我后悔没早点让你知道，别人帮你不是应该的。你们生我就该养我，这是法律。未成年时养你是责任，我成年才几天？成年不是生日蛋糕切完才算，是你开始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才算。我没让你们不管我，你让我们后悔，现在后果来了，你又让我们继续管。我那句话是气话，高考不能用气话交卷，人生也不能。所以你们就是翻脸，不是翻脸，是翻账。你终于说出来了，你们就是要跟我算账。对，以前不算，是我们错。成年后故意毁掉机会，还要父母继续付钱，那不叫自由，那叫什么？那叫赖账。我没赖账。那就从你能还的开始。白卷是你交的，饭可以在家吃，账不能让家替你背。那你要我怎么办？想活就挣钱，想读就开口，想赖就继续摔门。饭凉了。白卷是你交的，后果也该你自己挑。小雨，这是省内一本啊！比起来某些孩子，还自己争气也不容易。什么专业啊？汉语文学。林志远，取快递。你也来拿东西啊？你现在在便利店上班？高考刚完就上班，也挺……你脚怎么了？没事。周耀宇，通知书签个字。一本。你还好吗？挺好。我听说你……听说我交白卷，群里都传了。你以前成绩不差的。以前是以前。如果你真想回来，现在也不是完全没机会。你拿通知书的人，当然说的轻松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那你什么意思？可怜我？我只是觉得，你本来不该这样。那我该哪样？跟你一样拿通知书？不是跟我一样，是跟你以前一样。你以前眼里有劲，哪怕考砸了也会说下次补回来。现在你不是没考好，你是先把自己判输了。你凭什么知道我本来该什么样？因为高一那年，你数学考过年级前10，那张成绩榜我还拍过，你可能忘了。别说了。好，如果有需要，我可以把复习资料整理给你。不是可怜你，是我不想看见你把自己真的扔掉。不用。你本来不该这样。看看人家孩子，一本通知书到了。读书这事儿真不是人人都行，有些孩子再苦也往上爬，有些孩子给他梯子他还嫌硌脚。他又说什么？没什么。他有完没完？看了。为什么不看？人家都指着我鼻子说了。他说他的，你做你的。我做什么？你自己决定。你们怎么每句话都这样？自己决定，自己承担，自己求老师。说的简单，因为本来就该这样。梅姐也别太难过，有些孩子命就是不一样。他这么说你也忍？我忍他不是怕他，那是什么？是因为这事儿他说的难听，但不是全假。连你也觉得我不行？我觉得你做错了，不等于我觉得你不行。志远，妈妈难过，是因为我知道你本来可以不这样。你要是摔倒了，我可以等你爬起来，但我不能再替你说这不摔倒。哟，白卷哥，凯子，咋啦？来上网？不是，那干嘛？借我500，下周发工资还。
兄弟，这事儿啊，我真还，烧烤钱也一起还。你现在名声太响了，我要是借了，我爸妈得骂死我。我借钱不是借名声，可别人看的是名声啊！你以前不是这么看我的，以前你不是白卷哥，以前你成绩好，大家跟你玩有面子，现在你闹成这样，我要是还贴着你，别人怎么看我？不是不借，那是什么？你现在名声太响了，我要是借了，我爸妈得骂死我。我爸妈最近管我钱也管得紧，500都没有。你也知道你现在情况特殊，我什么情况？我爸妈说你会带坏我。赵凯，白卷哥来了没？他们嘴贱，你别往心里去。我带坏你，你别多想，我爸妈就那样。那你呢？我最近也紧。你不是刚买新键盘？那是之前买的。让白卷哥进来啊，给我们讲讲交白卷啥感觉？你要不先回去？我本来就路过，钱的事儿我真帮不了。知道了。你也别怪兄弟现实，谁家钱都不是风刮来的。这话你以前请我吃烧烤的时候没说。以前你有你爸妈兜着，你摔了有人接，欠了有人还，闹了有人收拾。现在他们一松手，你才知道自己站不稳。所以你以前跟我玩，也是看我有钱。别说这么难听，大家出来玩，总不能天天我掏吧？我以前掏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大家？林志远，你要真缺钱，便利店多排几个班呗。谢谢提醒。来，通知书举高点儿，发朋友圈，标题就叫上岸。白卷哥现在自由了吗？听说去便利店打工了。高考交白卷也算名场面。我朋友圈最新一条还是交白卷，我自己都不想看着自己。三儿别忘了，兄弟我也不宽裕。再拍一张。今年高校录取工作已基本结束。倒计时被摘了。我回来了。饭在桌上。那个牌呢？收起来了。为什么？高考结束了，可我结束的是我们替你倒计时。那我呢？你要不要重新开始？得你自己定日子。我还能定吗？能，只是没人替你倒数了。我今天打工被货砸了脚，趁热吃。你不看看？药箱在电视柜下面。以前你都会给我拿，以前我拿太多了。你现在连药都不拿了。药在那儿，你手也在，你可以自己拿。你不心疼？心疼，但我不能一心疼就让你什么都不用学。你们现在真不管我了？能自己上药就自己上。我以前磕一下你们都紧张的不行。以前是以前，你们现在只会说以前是以前，因为现在该变了。我下周可能要加班。知道了。很晚回来。钥匙你有。老林，他回来了。脚好像伤了。药箱他知道在哪儿。我差点就过去了。他刚才看我的眼神，跟小时候摔倒一样。忍住。我知道，让他自己想。我看见绷带了，脚肯定疼。疼也得自己上药。你说我是不是太狠了？你要是现在冲出去，他明天就又会等着你冲出去。可我是他妈。我知道，所以我不是让你不疼，是让你别替他疼完，所以更难，也更要忍。你那边什么声音？没什么，路上车声。你还没回来？晚点儿。
你也别太累。先管住你自己，别去敲他门。好。他们真的不催了。以前嫌他们催，现在不催了，我反而不知道怎么办。这箱子什么时候搬过来的？我房间里怎么会有这个？教辅书还是新的，一本都没拆。基础薄弱，从这里开始。他知道我基础薄，他连我哪里差都替我想过。他写了我的名字，连字都写这么小心。以缴费为准，所以他不是没机会交，是没交。未提交，他都准备到这一步了。还是停住了。资料都买了，名字也写了，他早就准备好了，我还以为他真不管我了，我还怪他饭在桌上说的那么冷。可他没给我，他以前什么都塞到我手里，这次却藏起来了，不是藏东西。是藏住他想帮我的手，不，他给了。想复读可以，自写计划，自己求老师。名字不能再替他写，名字他替我写了，钱他没替我交。他不是不管我。先缴费才锁名额，别替他交。不能去，这次要让他自己走过来。他一直没拿出来，不是忘了，是忍住了。名字他替我写了，钱他没替我交。我以为他们彻底不管我了，我还怪他们不求我回去。我一直等他们低头，原来他们一直等我长大。我还以为自己赢了，其实是他们终于不陪我输了。原来不是。饭在桌上，自己求老师。他们不是不管我，是在等我，等我自己开口。妈，我不能再让你等了。都准备好了。妈写了我的名字，一直没敢提交。她不是没想管我，她是把手停在最后一下，硬生生收回去了。她怕我又觉得什么都有人替我办好，怕我连后悔都要别人替你后悔。我不能再让他等了。以前他等我起床，等我吃饭，等我放学，这次不能再等我低头。
复读申请个人计划：第一，旁听7天；第二，补基础；第三，不迟到不逃课，不让父母替我解释；第四，欠的钱一笔一笔还，欠的路一步一步走。第三，自己找陈老师道歉。第四，不能让妈替我说一句好话。好，妈不催，你自己写，妈就在外面等着，等也不催。这次妈不替你走，但妈看着你走。要是累了，饭在锅里；要是想逃，妈不拦你，但也不替你找理由。爸的车。补课分期，那笔钱不是早就交完了吗？你不是说家里还有余钱吗？代驾，你不是说晚上在单位加班吗？谁？你怎么出来了？你一直在跑这个，顺路赚点油钱。大半夜顺路，睡不着，出来转转。你车上为什么有代驾公拍？你不是说晚上单位值班呢？你骗我多久了？爸，你别再说顺路了，谁大半夜顺路睡在车里？别按，你回去睡觉。你先告诉我，跑多久了？没多久。从什么时候开始？冲刺班报名以后。补课分期，你还在还这个？小事。这不是小事。那你说什么是大事？订单即将驶。你先回答我。冲刺班报名那天钱不够，做了分期。2万8那个，你不是说一次性交了？说给你妈听的。她那阵子已经够焦虑了，所以你一个人还，家里的钱谁还都一样。我不知道。你当然不知道，我们没让你知道。那天你说我们花的钱是自愿的，我承认是自愿的。因为我们是你爸妈，但自愿不代表没有代价。我得接单了。你跑多久了？没多久。从什么时候开始？冲刺班报名以后。那时候我还嫌你们烦。你嫌你的，我跑我的，两回事儿。怎么会是两回事儿？我睡觉的时候你在还我睡觉的钱，那不就是高考前3个月？你白天上班，晚上跑代驾，不是每天，1周几天？有单就跑。你为什么不说？说了你就不交白卷。回去睡吧。我睡不着。那就记着。记什么？记着你张白卷不是一张纸。那是什么？是你以为能扔出去，最后砸毁全家的东西。它会变成账单，变成你妈没睡过的夜，变成我车里的冷馒头。你以为交出去就完了？可你妈那1年陪学你交出去了，我的分期你交出去了，家里所有让着你的日子你也交出去了。我当时就是想让你们后悔。我们后悔了。
后悔以前把每条路都替你铺好，让你以为路本来就在脚下。你交白卷那天，你妈捡不起来那束花，你看见了吗？看见了。你看见了还走了？爸，我别去道歉。道歉容易，改难。你现在心疼我，明天睡醒了，还是可以逃。我不逃，那就做给我看。你还信我吗？我信不信不重要，你得先让自己信。你那张白卷不是一张纸，它是我们全家一起付的账。爸，我真不知道你们……你不知道，不代表账不存在。那你为什么现在才让我知道？因为以前总觉得你只要好好考就行，现在才知道，光会考试也不够，得先会做人。你妈陪读付的是时间，家里停旅游、停体检付的是生活，我跑代家付的是钱。我们付这些，不是为了有一天拿出来压你，是希望你知道，没人能替你的人生一直买单。你可以失败，可以重来，但不能把我们所有人的付出当成你赌气的筹码。那我呢？你付的是未来，现在未来还没完全没了，但得自己去捡。我想复读，这句话我应该早点说的。不是想让你们再替我交钱，也不是想让你们替我求老师，我就是想把我自己弄丢的东西自己捡回来，捡不回来全部，也先捡一张卷子。我不是一时冲动，是不是冲动，不是今晚说了算。那怎么算？明天你自己去找陈老师。你不陪我，我送你到门口，门你自己敲。这账没人能替你还。我交的不是白卷，我以为那是一张纸，原来是他们的日子。是你们18年。妈，我在回来的路上，以后我会提前说，不让你们等。妈，我想复读，我马上回。先做再说，别再求谁相信我，也别再等谁替我铺路。今天能做一题就先做一题。知道还了，就还有救。这些不是你最喜欢的吗？喜欢过。你以前谁碰一下都不行，小时候你磕一下我能心疼半宿，现在看你摔我也疼。可我知道这回不能再抱着你走。以前我觉得这些是我的，现在才知道，都是你们替我拖着的。不用这么急。妈，我不能再只说了。我以前一句我知道错了，你们就替我把后面的事儿全做完。可这次，我想自己把后面的事做完。爸，这不是还清，是开始还。你收，这钱还不了2万8。我知道，也别指望一笔转账就让我们感动的什么都忘了。我没想让你们忘，也还不了你妈那1年。我也知道。那为什么转？因为我得开始。我知道这点钱很少，但以前我连少都没还过。门你自己敲，话你自己说。办公室冷。你昨晚那个洗过了。我不进去。我知道。老师要是不收你，别回来怪我。不怪。老师要是让你难堪呢，
我该难堪。老师骂你，也别走。不走。同学进不进？进。找老师？找陈老师。自己进去吧。好。这句话还认吗？认，也后悔。进。陈老师，我想复读。想清楚了？想清楚了。你上次也觉得自己想清楚了。上次是赌气，这次不是。怎么证明？这是什么？我第一天打工的钱。给我看这个干什么？提醒我，后果不是嘴上说说。复读不是后悔药，它治不了你一时冲动留下的面子，只能检验你还有没有从头来的耐性。我知道。你知道的太快，我反而不信。那我做给您看。也不是你向父母道歉的道具。我知道。你要是只想感动父母，回家跪一晚就够了，别来占复读班名额。我不是来感动他们的，我也不想再靠他们心疼我，换一条路。他是重新做人。想回来，先做一张基础卷。先做，别解释，别保证，别讲你以前多聪明，卷子不会听这些。想复读，可以，先看你从哪儿开始。这么低？这还只是基础卷，现在走还来得及。不走。你现在说不走，是因为还没开始疼。疼过了。还不够。学习的疼跟没钱的疼不是一种。你知道28分到本科线有多远吗？远到你每天都想放弃，远到别人一句笑话就能把你打回原形。不知道。那你还说不走？以前我不知道，也装知道。现在我不知道就学。这句话比你昨天说的像人话。老师，我以前是不是挺混的？不是挺混，是很混。那您还愿意给我卷子？我给的是卷子，不是原谅。原谅要你自己挣，从28分开始，也可以记住，28分不是卖惨的资本，是你每天必须面对的起点。先旁听7天，不保证收你。你要的是机会，不是安慰。我要看的也不是眼泪，是你能不能坐得住。7天之后呢？坚持下来，再谈入班。如果坚持不下来，那说明你还只是感动自己。复读班不是收容所，你想回来，就要让老师看见你不是来躲打工、躲亲戚、躲父母。我是来补那张白卷的。白卷补不了。那我就补我这个人。白卷补不了。那我回来还有什么用？有用的是你以后不再交白卷。你爸妈可以失望，亲戚可以看笑话，同学可以往前走，但你不能再用放弃证明自己委屈。你能补的是你后面每一张卷。旁听期间迟到1次走人，作业缺1次走人，顶嘴耍脾气走人。你以前被家里护着，这里没人护你。你以前靠聪明混过去，这里只认结果。好，听清楚再签。听清楚了。记住这句，以后想偷懒的时候自己念一遍。老师让我旁听7天，爸，7天里如果我做不到，我自己回来，不让你和妈去求人。坚持1天算1天。贴这些干什么？提醒我，这句话以前是说给你们听的，现在是说给我自己听的。该后悔的人是我。妈，我看见了，看见你的名字，看见未提交，也看见你这次是真的忍住了。名字你替我写了，钱你没替我交，我懂了。妈不是不想帮你，我知道，你是在等我自己开口。
我想逃的时候就把那张白卷拍我脸上。别这么说自己。我得这么说，以前你们一心疼我就躲，我不能躲。妈给你做了红烧肉，先吃饭。妈，我不说不吃饭，我是想先把题做完。以前你一叫我就觉得你烦，现在我知道，你叫的每一声，都是怕我又躲回去。妈知道，妈就是不知道还能帮你做什么。妈，怎么了？别哄我。妈以前哄你也哄错了吗？不是错，是我太会顺着你给的台阶下了。我做了我自己的选择，这次让我自己扛。妈不是想替你扛，就是怕你太累。我知道，但你一哄我就想躲。以前我一说累你就给我请假，一说烦你就替我跟老师解释，一说没钱你就转账。妈，我不是不知道你疼我，就是因为知道，所以我以前总等你心软。那现在呢？现在你别心软。那饭呢？饭可以吃吧？饭可以。你想清楚就好，妈不哄你。想去教？我就想帮他一次。你已经帮了18年，这次不一样，他是真的想回去，所以更要让他自己排队。我怕名额没了。那也是他该面对的第一道门。你怎么就能这么狠？我不是狠，我是怕我们一软，他又不用长大。喂，我想咨询复读名额。学生本人吗？对，我本人。好，我不去。同学，你今年成绩多少？高考没成绩。没成绩？缺考？不是缺考，是我自己作没了。最后一科交了白卷。那基础呢？今天做了一张基础卷，28分，错题我都抄下来了。明天从第一道简答题开始补。28分的话，要吃很多苦，不是喊2句改了就能上去的。我知道。你确定要报？很多学生只是被刺激了，过2天就不来了。我不是过2天，你怎么保证？我保证不了嘴，但我可以明天准时到。我保证不了以后，但我明天会去。名字？林之远。想从什么时候开始？从现在。那明天上午8点，先来测试和面谈。好。别迟到。不会。我想从28分开始，不跳过，不遮住，不找借口，哪怕每天只往前分，也算我自己走。听说白卷哥去复读了，复读1年能补回来吗？真去啊？随他们说。他就是那个白卷哥，听说高考交白卷，这还能补回来？我要是他，我都没脸来，人家脸皮厚呗。别说了，老师来了。怕什么？他自己都敢交白卷，装的挺认真。第1天都这样，过2天就不来了。早图开始。老师还真让他旁听啊？旁听也是坐在这儿听，不是坐在这儿被你们讨论。这分数还真从头开始。怕看？没有。手都把卷子压皱了，还说没有？怕也得看。那翻回来，比28高了。可还是很低。你以为1周就能上天？怕丢人就别交白卷，既然交过了，现在每一分都得减。一分一分减，要减到什么时候？减到你不再问什么时候。晚上贴墙上。这么低也贴？低才贴。贴上去不丢人吗？你交白卷都不怕丢人，怕一张42分？白卷是你故意扔掉的，42分是你一点点捡回来的，哪个更丢人？你自己想。
今天还是很差，但不是白卷。怎么还不睡？我可能不适合复读。我今天听了一天，像听天书。他们一道题讲3种方法，我连题干都读不顺。我坐在最后一排，连翻书都怕声音太大，怕别人知道我连夜骂都跟不上。可以回来吃饭，可以睡觉，可以累，可以哭，但不能回来逃。我要是坚持不下去呢？那就明天再坚持一天。如果明天也不行呢？后天再说。你就不能说一句我肯定行？我说了不算，你做了才算。可我真的怕我做不到。怕就对了，以前你是不怕，所以才敢交白卷。他们都叫我白卷客，我装作不在乎。可他们一叫，我就想起考场那张空擦纸卡。我现在才知道，标签贴上去容易，撕下来真疼。疼就慢慢撕。会留疤吧？留着也好，免得忘了。你交过白卷，这是事实，所以我活该被他们叫。不是活该，是你要用后面的卷子把这个称呼盖过去。要是盖不过去呢？那就继续盖，1天盖不住就10天，10天盖不住就1年。别人嘴上的字靠抄改不了，靠你自己改。水在这儿。你可以回来吃饭，不能回来逃。老师，这是不是判错了？错的还是不少，但对的也不是运气。你错题本那几页我看过，是一题一句抠出来的。我有好几次想把本子撕了，没撕就是本事。他真提上来了。79分不值得骄傲，但值得继续。你别急着证明自己已经变好了，你先证明自己明天还能坐在这里。我以前考100多都嫌少，现在79分还想笑，因为这次没人替我改人生，没人替我扛后果，是我自己坐在那儿写完的。因为这79分是你自己捡回来的。那我能高兴一下吗？可以，高兴5秒，然后改错。5秒够了。以后你会知道，真正的高兴不是分数，是你没逃。那我今天没逃，所以今天可以高兴5秒。28分、42分、79分，慢也没关系，别再停。以前我怕别人看见我差，现在我怕自己又装作不差，差也要往前走。妈，我没哄你。我知道，这次不是运气，这次我自己进。喝口水。谢谢妈。这次妈不问你准备的怎么样，妈就等你出来吃饭。考砸了也吃？吃，考好考坏都先吃饭。去年我出来的时候，你的花掉地上了。今年我不带花了，你人出来就行。好，我送你到门口。考场你自己进，这次你们不用在门口替我紧张。我们肯定还会紧张，但这次紧张归紧张，不替你考。考完出来想吃什么？红烧肉。别想菜，先想题。这次不是为了让你们后悔，也不是为了证明给亲戚看，更不是为了让你们替我骄傲，是为了让我自己不后悔。考不好我认，可这次我不会空着交出去。哟，志远，复读1年，结果怎么样？本科真考上了？真考上了。本科也分很多种嘛，现在学校扩张的厉害，能上不代表多厉害，关键还得看是什么层次。小雨当年可是1本，你这个也别太当回事儿。分很多种，可是我自己考回来的那种。真录了，复读1年考上了，不容易啊。妈，别说了。挺好挺好，舅妈早就说你有后劲。你看舅妈当初说那些话也是为了刺激你，亲戚嘛，说中了也是为你好。妈，你之前不是这么说的。谢谢，这3样我都留着。白卷提醒我别再拿人生赌气，28分提醒我别怕从低处爬，通知书提醒我欠下的路只能自己走回来。这3张才是我的成绩，1张是我最混的时候，
一张是我最低的时候，一张是我爬回来的时候。这还有28分？重新开始的时候28分。那天我才知道，承认自己烂比装作不在乎难多了。那你还真是一点点爬的。对，一点点爬的。你把通知书只当赢，它不是用来压别人的，是用来提醒你，以后每一步都要自己站稳。这一年我们没替你走，但一直在后面看着。你摔的时候，我们也疼；你爬起来的时候，我们比谁都想哭。那张白卷最该后悔的是我，我以为我让你们疼了，我就赢了，后来才知道，我是把你们给我的路亲手撕了。幸好你们没替我粘回去，不然我可能永远不知道那条路多贵。妈，对不起，那年你写好了我的名字，我却一直等你替我交钱。后来我才明白，不是不要我，是第一次选择权还给我。后来我才懂，你没交的不是钱，是我的后路不能再由你走。你回来就好。这次不是你把我拉回来的，妈知道，是你自己走回来的。这次不是我们替你买单，是你自己把账还上了。还没还完，那就慢慢还。人生不是一次高考，也不是一张通知书。你能从白卷走到这里，比一开始就顺的人更知道路怎么走。爸妈不需要你一下子变成多厉害的人，只要你别再把自己教成白卷。记住，真正是从承认开始。你不怕我又飘？怕，所以墙上那些纸别撕。那以后我还偷懒呢？那就再把这3张纸拿出来看。吃饭。这次红烧肉不算哄我吧？这次算庆祝。庆祝我没逃？庆祝你回来了。吃饭。以后我还会走错路，但我不会再让你们替我买单。该道歉的我道歉，该还的我慢慢还，该走的路我自己走。那就好好走，累了可以回家吃饭，但别再让我们替你走。妈妈还会心疼你，但不会替你遮住你该看的路。走慢点也别停，以后遇到事儿先回来吃顿饭，再自己去扛。家还在，但账单要你自己认。我们可以陪你，但不能再替你活。路是你的，自己走好。